各位朋友，色字头上一把小刀，忍字是心头上的一把大刀。那这个中国这个忍的功夫那是比较强的，是吧？那能忍到何时呢？今天传来的最新的消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国又发出了警告，说你在南海老实点啊，你不准动菲律宾。那我和菲律宾可是有安保条约的。这个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说，中国及其他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对，只有美国才能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呢，中国呢在南海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的行为体，不是什么意思？那位说他说这话怎么听着像那个屁话一样的？什么其他的行为体啊？中国和谁啊？除了中国有俄罗斯也没去吧？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的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不是。那个美国现在一直没有加入那个所谓的国际海洋条约呀，不是他这话说的那不就跟放屁一样吗？你美国都没加入，你凭什么让中国遵守啊？再说了呢，仲裁呢，中国都没参加，那叫仲裁吗？你看，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印太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帕帕罗说，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说美国的一位将军说出这个话来，那显得是多么他娘的讽刺啊！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8月3号到6日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对，还包括太空了那个美国地球警察都管到太空去了，是吧？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的讨论。是吧？美国都不是条约人，他娘的纪念这玩意儿，是吧？太欺负人了吧？帕帕罗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不是，美国人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对实力有什么误解呀？那目前解放军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50多倍他们对实力是不是有所误解呀？帕帕罗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不是，你的意思是承认了黄岩岛是菲律宾的主权了吗？那你他妈明说呀！你要敢明说，那解放军不敢明揍你了吗？对吧？你放这虚屁干嘛呢？对吧？那好吧，那解放军其实我一直说是中国人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战斗民族呢。解放军基层早就说实在的，手中的钢枪早就饥渴难耐了。那要不是上面那个领导压着早就开火了。坚实呼吁外机缠斗，外军称这只是份工作。我方飞行员回应，不在乎钱，我只想战斗。据央视军事报道，西太平洋某海域，山东舰航母编队遭遇敌情，2架歼15飞机起飞应对，海军航空兵某旅王中原驾驶战机与对手经过几轮缠斗，成功咬住对方战机，使对方停止机动。外军飞行员通过无线电表示，这只是一份工作的言论。王中原回对道：“钱我不在乎，我只想战斗。”事后，王中原表示，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我远胜过于他。菲律宾为什么不怕中国？这是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看网友的评论主要观点就是打菲律宾是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打他。真要在军事上打菲律宾的话，你能给他打死，
哎，你别不信，中国打他就是石头砸鸡蛋。问题是你只要稍微多考虑一点，你就会发现不行。如果你打他，战争惩罚他的话，打赢不是问题，但是会面临一系列的后果。简单说呢，就是你和平发展的窗口有可能就此提前关闭。那么咱们现在是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一次，你为了一个菲律宾把这个时间窗口给关闭，那咱就太亏了，是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牢牢地抓住这次机会，这次复兴的机会，所以不能轻易地陷入战争。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道理呢，菲律宾的那些反华政客他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怕你，是吧？那么怎么办呢？8·1当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呢，中国海警都在黄岩岛及其周边实施了海空联合演训和执法管控演练。那么对于这些呢，菲律宾也怕也不怕啊，他不是真的怕，他认为你中国军警虽然强大，但是呢，一个是你不敢真打我，再有你要是动我的话，美国也会管，所以呢，他不是真害怕。咱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尽量动作要小，但是要让菲律宾真的怕。我说说我的思路哈，给大家举2个例子。第一个中国例子，1984年7月呢，中央军委决定从全军的侦察分队当中抽调精兵到云南、广西边境实施侦察作战。当时各大军区和空降兵呢都参加了，先后组建了15个侦察大队，历时5年，动用兵力26000人完成了这个任务。每个侦察大队到了前线都干一个事儿，就是摸到对手的纵深，到对手的背后去侦察的同时抓他几个人回来，叫做捕俘。这一点呢，很长时间我不理解他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就怎么他厉害了，抓的都是些小角色，为什么越南就害怕？我的一个老大哥名字他不让说哈，他参加过这个作战，他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吧？你身边的人莫名其妙就少了几个，过几天又少了几个，是死是活不知道，只知道他们被中国侦察兵抓走了。不知道中国侦察兵什么时候再来，再把谁抓走，防不住，你又不能跑，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心理震撼。这就是真的怕，苏联祖宗来了也保不了他，这就会让他一线的人员真的害怕。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是美国的，今年年初美军突击委内瑞拉的马多罗，伪军的警卫部队事后说呢，遭到了美军特殊武器的攻击。咱们媒体呢也报道了，是次声波武器。美军使用这个呢，伪军警卫部队就很难抗击了，因为次声波呢会造成人体内脏震颤、失明、头痛，是吧？失去抵抗能力。更关键的是，这种武器大家不了解，顶多是在书上看过，真的遭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害怕，心理上、生理上都丧失了抵抗能力，这个也是真的害怕。所以呢，对菲律宾除了实施海空联合演练、执法演练这些可以展现强大武装力量，自己同时又是练兵这些行动，那么同时呢，也要对菲律宾实施让他真的害怕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可能很隐蔽、很小，但是目的就是要让他真的怕，就是让他美国祖宗来了也管不了他的那种害怕。那么这个呢，不管是你用战法也好，还是用新型武器也好，只要是达到了这个目的，菲律宾一线的挑衅一定会有所收敛。上次他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手指头被剁了，是吧？菲律宾就踏实了一段时间，这就是真怕了。但是呢，这种反击动作越小越隐蔽越好，就是只有菲律宾疼，他说出的外界都不信，最好是这样。那么以中国的谋略艺术和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武器装备，我想呢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菲律宾呢，竟然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那么前提就是说黄岩岛是他们家的嘛，是他们有主权的嘛，所以他就公布领海基线。所以后来我们国家外交部就严厉驳斥，并且向联合国重申了我们的立场，对吧？另外呢，就一系列动作，南部战区举行了一系列动作，显示我们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我觉得这是菲律宾挑衅的新一步吧。以前我们讲过吧，菲律宾实际上是个部落社会，对吧？这是100多个家族，分管各个权力啊。他的总统是权力很有限的，这是一个。总统在那个位置上，他不希望中菲走向冲突啊，所以他有时候出来讲几句体面话，控制一下矛盾啊。但整个菲律宾是内部是不统一的啊，而且关键就是菲律宾是美国过去的殖民地嘛，就独立以后也是依赖美国的。那么今天美国对菲律宾控制是加强的，所以让菲律宾加大惹事儿力度，我觉得这是美国的要求吧。他内部有人要闹事儿，美国又鼓励他闹事儿，然后所以各种幺蛾子就出来了。这个动作呢，实际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呢，就是说它就是属于中非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争论焦点吧。那么应对之道，反正我还是认为这个大的就是这样，就是尽快解决台湾问题，然后腾出手来就认真解决南海问题。那个后面都好办。技术上讲，那些问题都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金灿荣先生啊，他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啊。金灿荣先生说，那个菲律宾呢，那是属于小问题啊，这个台湾问题才是应该是第一时间解决的。但是呢，解决台湾问题可以说是要准备一些可以说是举国都要准备啊。台湾问题如果是要动的话，对吧？而菲律宾这边，我几年前我就建议，其实应该在南海先把菲律宾给揍一顿考验考验美国的胆量，对吧？美国如果敢插手的话，那也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中国直接把美国的1-2艘舰船直接给击沉了，然后美国就老实了，解决台湾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对吧？可惜呀，可惜呀这个不知道中国的有关的这个高层是怎么想的是前怕狼后怕虎，说是老是怕打破了自己的瓶瓶罐罐。有这种心态的人，那是不是该查一下他在美国有没有账户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